外国媒体说呢，这个跟美国的贸易协议呢，引发台币狂升。台币为什么升？跟美国因为贸易在谈哦。那从我们的中央银行总裁啊，然后到这个赖清德，哦，到卓荣泰、赖清德都说美国没有给我们压力，我就真不解啊。其实美国给我们压力，我们都要说美国给我们压力，哎，本来就是这样子啊。那更何况美国是有给我们压力啊，这个压力啊，压力不一定要拿着你打这一个压力嘛，一个眼神也是压力啊，一个微笑也是压力啊。什么叫压力？压力要把你头放在水里才叫压力吗？如果没有压力，为什么最近要升这么多呢？哦，你说是因为我们经济表现很好哦，然后因为呢外国人来买股票哦，所以秃鹰进来了。那为什么平常不见得这个时候进来呢？当然他觉得有机可乘嘛，那个气氛在那地方嘛，觉得你对美国会被人家予取予求嘛，才会来嘛。好吧，讲了半天，人家南韩的中央银行总裁就讲了，哦，说美国政府呢有向亚洲国家施压。那然后我们今天的包括中华经济研究院是吧？中华经济研究院，他看那个李淳哦，这人去当了这个外交部次长，还当驻欧盟大使，还 WTO 大使，要学就是啊，韩国不是这样讲的了，我又找我们的熟识韩国的人去了解了等等。我看了半天，什么差别呢？他说，这个美国有跟韩国、马来西亚、台湾、日本谈汇率。我们就说，人家并没有说施压，哎，那跟你谈汇率是什么意思？跟你谈是什么意思？没事跟你谈吗？不是很好笑吗？我还以为说连谈都没谈，还可以说啊，所以呢，既然有谈，对不对？那就表示有谈就有可能，谈话当中，哎，你要注意哦，日本你要注意哦，我们这里面放了5万个军人哦，那国防预算到底怎样呢？然后呢，日币到底怎样呢？韩国到底怎样呢？他不是一定要给你施压，哎，硬人说软话，不是讲很多次吗？你真的看那个黑道老大从来没有说喊打喊杀的，只有小弟喊打喊杀，黑道老大不需要的，我微笑一下讲一句话就够了，软软的讲就好了，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了。那什么叫施压？这太好笑了，我觉得是在把我这个看了都觉得很好笑哈。那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是南韩中央银行行长李昌镛李昌镛。那基本上呢，这个。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外交部也驳斥说我们报道过度诠释，人家没有说施压嘛，没有施压。那我们看这个中经院长他怎么讲呢？叫做连贤明他说呢，这个韩国人怎么讲？他说美国不仅与我国谈论汇率问题，是跟南韩呢，还与日本、台湾、马来西亚有些国家谈论汇率问题。这我们一定要很赤裸的讲说，而且压迫我们。那才叫压迫。什么叫谈论？谈论这个没事跟你谈论什么？不仅跟我们南韩谈，也跟台湾、马来西亚、日本都谈了所以呢，这个市场上就反映了嘛。所以你一定要跟我们说没谈，然后就问这个行政院长，那好吧，现在没有压，将来会不会有？将来不敢讲，搞什么鬼啊？所以网络就讲嘛，说你鸵鸟心态嘛，这是鸵鸟心态，而且不但鸵鸟是马屁心态。对不对？就是拍赖清德马屁那现在央行说要锁定2个对象去精简，那他也没讲2个对象是谁那杨建龙呢，在那个记者会上呢，说这个狂跳针网络说他结巴到不行很紧张言为心声嘛，你心里怎么想，你表现出来就这个样子嘛那 CNN 也说呢，本来台湾在国际的这种金融场域呢是角落了，平静的角落。结果呢，现在居然也被这个新台币也失速暴冲，新台币也不是不能升，要有一点缓冲时间，太快了，一下子厂商受不了。我们现在怎么报价呢？那边还有关税你新台币汇率升值10%，等于关税加你10%，一样的道理嘛。这边升10%，那边再加个10%、20%，那成本增加多少好，所以葛如君委员就说呢，汇率波动暴露央行失能，金融韧性不足。等于政府在跪逐谈判，跪那边跟他谈判什么都同意人家那而且呢，这个台币领涨亚洲货币 ，Bloomberg 说呢，川普让美元的避险地位动摇了就各国涨就表示美元趋弱嘛，我们看一下。不
促使台币亚洲各国货币涨升四起，相对强势的还有韩元。南韩央行总裁李昌镛就说，汇率大幅下跌是受到和美国谈判的影响，但就有媒体报道解读，李昌镛直接坦诚，包括韩元在内亚币近期狂涨，就是美国政府施压亚洲各国让货币升值所致。我们政府当然碰到美国是跪着跟人家谈啦。韩国就讲出来了，但美国的压力叫我们升值啊！我们官员讲的话，常常你就倒过来听才对了。蓝营批评大实话，政府却不敢讲。但中经院院长连贤明在脸书上指出，经过同仁解读原文和报纸标题有出入，抛出5大不合理之处。点出李昌镛的话是说，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在汇率问题上有何要求，下一步将如何推进，对亚洲各国提出哪些的共同要求。认为韩国没有直指美国施压，也强调现在韩国连代理的代理总统也辞职，根本没有大人可以决定韩国关税要怎么谈。这个时间点，一个央行行长勇于讲白话，要是美国火大报复，谁要负责？外交部也说，部分国内报道过度诠释南韩央行总裁所称应是市场心态，对部分亚洲国家汇率造成波动。我国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已经对外说明，这次我国对美关税谈判并无涉及汇率议题，但黄国昌批评不能全然相信。什么时候韩国的央行请了民进党的立委当发言人，没有触及汇率的问题？行政院院长在立法院总质询的时候，竟然不敢承诺。谈判是否触及汇率，未来可能还不一定。那采薇，其实无论是韩联社，也就是韩国他们的中央社，或者是 KBS 呢，其实都明确出现了施压2个字。那我不懂，到底现在民进党或赖清德到底还要继续骗国人，到底是骗怎样？是骗大家都是笨蛋吗？我觉得真的是装睡的人哦，叫不醒。其实不论是国民党，又或者是很多的专家学者，不断的在关税战一开始呢，都提醒民进党政府，关税战绝对的只是一个开端而已，接下来还会有汇率战，还会有货币战，还会有美债战。结果现在的确一一都接踵而来了。很遗憾的是，现在赖清德呢，把这种在野党的提醒，把专家学者的提醒，通通都当作是有心人士刻意想要来捣乱，把这些提醒呢，都当成是你在政治操作。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你可以看得出来，完全拿不出任何的措施，一昧的指责在野党。杨金龙面对外媒的提问，都支支吾吾。其实很多外媒的朋友都说，他们昨天看到这个状况，其实都很意外，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的杨金龙，所以可以显现哦，他们完全拿不出办法。杨金龙自己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要怎么去对媒体说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态度好了。其实我们看到关税战哦，包含这个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又或者是这个韩国的央行行长，都采取了一个很明确的策略，那就是坦白。没错，我遇到了问题，但我坦白嘛，我跟国人说现在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可能会对我们的国人、对民众有什么样很大的冲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赖政府还在丧事喜办呢，还在这个怪罪在野党，然后却拿不出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说真的，你拿不出策略，退一万步来说，你想要想个2、3天都可以理解，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呢，他开始在网络上面去操作，说，哎呀，这代表我们台币走强，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开始去买，可以去吃美牛啊，然后去买美国商品啊，开始这一些论述，然后假装自己在状况内，可是事实上完全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央行跟我们说有秃鹰，那你就拿出可以解决秃鹰的一个办法啊，不是说你说有秃鹰好放任秃鹰去攻击台币，这完全让国人看得非常非常的担忧。所以在台南的这个传统产业螺丝螺帽厂啊，他就直接说啊，我现在此时此刻关门，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事，因为我卖越多赔越多，我还有我的人力成本，还有这个工厂的水电费啊等等的，但是看不到这个政府对于国人的一个交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国人最担忧的是，那汇率接下来央行到底要不要出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汇率战已经开始了，接下来会不会有筹码2？会不会有筹码3？那国人到底是要去如何因应呢？现在完全得不到任何解答，都只有看到这个赖清德，都只有看到央行包含支支吾吾的做法，然后看到不断的在丧事喜办。我觉得这才是会让国人最担忧的一个部分。
就大家不解的就是说，就算美国施压，大家都知道美国在施压。美国连当了加拿大总理面都说你要变我51州，川普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们天天要说美国没施压，好像生怕大家怀疑美国，不可以气美国，不能怪美国，不能怀疑美国，你这什么心态奇怪呢？川普对我们把全世界都搞这样乱七八糟，搞得我们厂商也扰攘不安。除了刚刚讲什么螺丝以外，汽车零件啊、车灯啊、台中的工作母机啊、工具机证，那影响都非常大，对他影响非常，而且这些人。因为老板也许赚了钱了这么多年，员工怎么办？员工很惨啊！我们传统工业养的员工比那个高科技多得多啊！来，林涛，这个台版的广场协议担心台湾接下来迈入失落的10年，甚至到20年，这是大家共同的忧虑。从关税到这个汇率，再到6月的美债，到底台湾准备好了没有？刚才赵大哥提到说，到底这个美国已经给你2个重拳，到底你还在讲说美国没有给压力？在今年的3月6号的时候，当时候赖清德总统跟魏哲嘉董事长在总统府开记者会说，台积电到美国设厂没有美国的压力。隔了1个月，川普说就是我逼台积电到美国设厂，不然我要给他100%的关税，被打脸嘛。这次不是一样吗？出来讲说，这个是台湾的经济大好，所以台湾才会升值。杨金龙说没有美国的压力，结果这个韩国的行长就出来讲说。是美方施压，那你们一样被重重的打脸嘛？所以是不是这些民进党人他得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人家美国狂扁你2招了，你还讲说没有，你千万不要怪美国，美国没有对台湾怎么样，这是台湾的感受嘛。所以我说今天在刚才提到了印度跟巴基斯坦，一路提到了加拿大。现在看起来还是中美的这个有失有得，各自有失有得。可这过程中，台湾是损失的，台湾是受伤的。各位好朋友，现在看起来对美国来说，52要交给欧洲，这个中东要交给以色列，南亚要交给印度，那他自己来准备他的贸易战嘛。那其实加拿大这个部分真的可以给台湾很好的借鉴，因为刚才我们首版讲到的，人家说 never say never。你知道加拿大的总理直接回答说 never never never， 直接踩这立场踩得多紧 ，never 就是 never， 对不对？那台湾的 never 在哪里呢？台湾没有，台湾是5月1号呢，这个郑丽君的代表团出去谈关税，结果关税一有结论，我们的这个汇率隔一天就升值，而且2天升10%。这难道不是美国叫你吞你就吞的吗？所以我们在讲这件事情其实用数据化很好看。为什么？因为4月的时候，日币总共这个月涨了3.91%，韩环这1个月涨了6.12%，台湾是2天涨了10%。如果你是预期升值的话，为什么不是亚币在4月初台币跟着一起涨，而是在5月1号谈判，你郑丽君代表台湾谈判的时候，莱猪也从欧洲进来，整个标示不清不楚，然后呢，这个汇率跟着美国的压力一起升值，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台湾政府拜托好不好，去看一下加拿大对于川普总统的 never never never。接下来再回来。好，那么台美谈判到底有没有谈汇率？你说都没碰汇率，我真的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汇率是很重要的哦。那个我还没有跟你谈关税，你这汇率就升了，就等于关税加了嘛，然后不谈的呢，对不对？那当然谈有很多种谈法，我刚刚讲了哈。好，那么这个央行说要精简，因为有秃鹰哦，所以呢台币才升。那将来到底会怎么样？那周荣泰说不敢断言，哦，那另外呢，因为现在在海湖庄园之前有个广场协议嘛，哦，在那个 Plaza Hotel 在纽约啊，那说呢，现在呢又变成海湖庄园，哦，说陈冲是认为有3个主流的货币可能会被涵盖啊，那这个人民币啦、欧元啊、日元，这是全世界现在重要的3个货币嘛，哦，那台币会不会变成下一个目标？也要注意啊！台币曾经就变成目标，你不要说日币从什么300多升值到100，
台币也从40块升值到24块过啊，也不是没有，逼走一堆台商都走了。台商喜欢到大陆去吗？他也不见得喜欢了。那个时候谁要去大陆啊？对不对？台湾多舒服啊！而且台湾多习惯了。那时候到大陆，我记得台商去台干的去，还要答应他1年要给他几个月的假回台湾，他有薪的，还给他薪水。很多台干都不想去，那没有办法，台湾生存不下去了，后来只有去嘛。那生存不下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台币升值。你自己想想看，从40块升到25、24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好，那么说晶片也要拍板了，因为呢，今天结束征询，他就问美国厂商啊，问这些外国人啊，我们的晶片要抽税啊，100%到底怎么样？说呢，有可能25%到100%哦。那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还特别提，干嘛在台湾生产了？晶片是我们发明的，我们设计的，不能在美国生产了，为什么要在台湾生产呢？我本来看这个标题以为说他要解释台湾生产的好处，不是的，他是说不应该在台湾生产，我们才是发明者，为何要在台湾生产？意思呢就是根本不应该在台湾生产的意思。我们看一下。总统赖清德澄清台美谈判未触及汇率，这句话再度成为国会攻防焦点。不敢在这里断言，但是不敢在这边断言。那所以昨天赖总统讲的是空话吗？我说未来什么时候会谈到什么事情，我们不敢在这里断言。所以现在不敢承诺就对了嘛，把事情说清楚就好了啦。承诺不承诺的问题。立委黄国昌炮火猛烈，过程中还要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管秩序，要卓魁别插嘴。那个主席啊，是不是可以请院长等我问完问题再回答？他这样子一直插话，恐怕不是很有礼貌吧？我们相互尊重。那个国成委员，我觉得川普口口声声呐，就是什么台积电呐、那个晶片呐、台湾呐，就从美国把它偷走，这点我蛮不认同的了那就像到底这种过去台湾的半导体，确实在世界各国是少有非常多公认的，所以我是觉得在1个礼拜，可能川普又要公布单项的这些半导体的晶片的关税如何？那刚刚大家也知道说最少25，我跟你讲，川普啊，今天讲25，明天搞不好就是50，因为他每天讲的话都会不一定。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政府要有所作为就从台积电投怀送抱，直接一夕之间马上送给美国。美国也没有感谢我们我曾经讲过投怀送抱之后，绝对不会影响关税或什么。但到最后也是这样美国到现在也没有讲说我要保护台湾，没有，到现在也没有。所以我感觉到很纳闷，我们的政府在怕美国什么？把美国当成我们的爷爷、我们的阿公，这种心态，这不是投降主义吗？所以我是觉得这样产业链被锁成这样，政府还把美国当成最友好、最坚定的国家，这台湾人更没看不起。还有我刚才谈到汇率也好，晶片也好。我们长期把美国当成朋友，可是美国这次是有把我们当成朋友吗？所以很简单，到现在为止，你杨金龙，你在闪什么东西汇率真的2天，干嘛2块你要知道，现在有供气机等等这些，你如果认为不重要，那你赖总统出来开记者会干什么？你还在骗老百姓说他没有去影响这些汇率。汇率、关税是一个关卡，汇率也是一个关卡。现在做生意的人就像螺丝啦或工具机等等，还有这个钢铁，他们本来就25了，已经行止多年，他们反而这个关税他没有什么损失，他们最怕的就是汇率，那汇率会影响进出口跟出口这些，所以我是觉得啦，我们的政府真的要把这个问题当成非常重要，所以台积电也好，我们的晶片也好，在台湾半导体确实是我们的优势，不要一直对美国有所期待，到最后美国是给我们的失望的一个最坏的一个国家。
刚刚国成委员说，我们把美国当朋友，我们把美国当老大，我们把美国这个当成我们的保护者，但是美国把你当成小偷，他真的把你当小偷。你看这个商务部长怎么讲？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美国到底有多伟大？美国太伟大了啊！美国发明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发明的，包括瓦特发明蒸汽机啊，什么都是美国发明的啊，都乱讲嘛啊！他说呢 ，iPhone 是AI 晶片最棒的晶片，还很多药。为什么美国的 GDP 跟很多国家都一样呢？我们要比它多很多才多。我们 GDP 怎么跟其他国家？他们 GDP 甚至有还超过我们，怎么可以呢？因为美国在喂养全世界，他不是靠我们喂它对不对？所以什么？我们说美国是我们朋友，不是的。台湾是我们的喂养的这个养长大的美国持续对国家敞开市场但是其他国家选择关上门，把门关起来，不理我们所以呢，现在是时候了，贸易要平等了他们门要打开了，让我们可以出口了制造也要回流美国了而且为什么晶片在台湾制造？为什么这些晶片不在美国制造？所以美国 GDP 应该超过所有国家，因为我们才是创造者。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美国发明的，所以讲都是美国发明的。但是一个就是等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个往上走嘛。很多不是美国发明的东西但是美国现在觉得都是我发明的，所以呢，你们应该都成长比我缓慢。所以美国是用这种心态所以呢，为什么晶片在台湾生产？为什么晶片不在美国生产？当年是在美国生产没错，但是美国因为各种条件，它生产不了，它才出来。不管是它的成本它的人工它的效率还有它的环保的要求等等，太高了。所以呢，后来才流到日本又被他们压迫，才流到台湾，流到其他国家，是这样子一关一关一路这样走过来，他都不讲这些，只讲今天你们赚我们太多钱了，就是这样干来，嘉宇。我觉得过去美国确实也享受全球化的好处，就如同刚刚赵大哥所说的全球专业的分工。虽然美国可能有发明有它的专利，但是在其他的国家更好的生产的数值跟更低的成本，让大家都可以共享全球化的红利。那现在美国换了川普之后，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感觉说，怎么过去这些什么连袜子、牛仔裤什么都要拿回美国做，所以网络也有很多酷手的梗图说，现在的美国可能连建一个工厂，包括我们台积电要去设厂连找工人等等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更何况你现在如果要把所有的制造业都要回流到美国，那所有东西的生产成本跟整个时序又会拉得更长。这个对现在的美国来讲，真的是他们所需要的吗？所以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到关税战在谈判之外，另外一个美国所在乎的就是非关税的贸易壁垒。所以过去我们在讲说，包括我们汽车的货物税也是属于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汇率可能也是其中一样，所以这个也是包裹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当然对台湾而言，现在很多人是看到说，第一个美元贬值，所以大家当然会觉得说，这时候资金会回流台湾，包括当然也是看好台湾的未来嘛。那第三个，我们的寿险业在海外高达23兆的资产，过去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避险，现在也急着这个避险回台湾，所以当然会导致这个台币升值，这个是可以预期的。那对于央行来讲，总裁也出来这个跟大家说，最近央行也有在做调节。过去央行都否认有在做汇率的调节，但是最近他们都是承认说，我们也有在针对这一波针对这些秃鹰这些炒汇的，然后去邀他们来喝咖啡去了解。所以今天新台币还是守在30元，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紧张，甚至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谣言说台币会不会涨到13块等等这些其实会造成经济的混乱。政府也一再的告诉大家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台币未来大概28到30元之间都是有可能，但是还是维持在一个大家可控而且可以弹性调节。或许你在关税战跟汇率调节之间做一个平衡，可能是目前对台湾来讲最好的一个选择。黄仁勋他跟川普见了面了在什么海湖山庄也见了，在白宫也见了。川普现在就卖弄2个人嘛一个是赖哲嘉，一个是黄仁勋，就他们都好，你看都他们答应在美国投资这都是我的功劳黄仁勋说呢，大陆 AI 晶片市场很大的，到500亿美元这么大的规模，你现在错过了以后，他就自己发展了。你现在不卖给他，自己发展，他就会发展起来。
到时候你市场就错过了，只是不知道川普听得进去听不进去。休息一下再回来。